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赶路不再是我们唯一的目的。不知不觉中，这趟4国遍路的徒步旅行已经悄然进入了这个预定阶段的最后倒数。今天，我们即将去完成这趟旅程中最后的2座闸所：第52番泰山寺与第53番圆明寺。回首这16天来的脚步，每当我们踏进山门的那一刻，那一座座闸所内特有的宁静与安定，总能让浮躁的心瞬间沉静下来，仿佛进入了佛菩萨照拂的神圣圣地。那些我们一起咬牙走过的绝望陡坡，一起吹过的清冷春风，一起在春之蓝中淋过的好雨，以及这一路上不期而遇的每一句加油，每一份温暖的遇接待，这一切的一切，在不知不觉中都已经悄悄揉碎，变成了我们灵魂里最丰厚的养分。但在今天正式踏上参拜道，为这趟旅程拉下帷幕之前，我们决定先将清晨的阳光与时间奢侈地留给这座文学与建筑之城松山市的美丽风景。清晨的松山街头透着微微的凉意，我们跟着光影漫步来到了由日本当代建筑大师安藤忠雄亲自操刀设计的坂上之云博物馆。这座博物馆是为了纪念日本国民作家司马辽太郎的同名长篇巨著《坂上之云》而建。故事细腻地描绘了出身松山的3位主角，在明治维新那个大时代的背景下，怀抱着望着天际的一朵白云，顺着坡道不断向上攀登的热血与刚毅精神。作为安藤大师的清水模杰作，博物馆以其标志性的利落清水混凝土与巨大的3角形几何结构，极其低调且巧妙地隐匿在周围的翠绿山林之中。馆内最震撼的设计是一条完全没有柱子支撑、缓缓上升的无障碍斜坡道，完美呼应了小说中那份沿着坡道向上攀登的奋斗意象。尽管我们对于这段繁复的日本近现代历史认识不深，但建筑内部大面积的玻璃窗引入了4月天自然的光影流动，与外头的绿意造景完美融合。光是安静地走在其中，就足以让人忘却尘嚣，深深欣赏这份极致的空间美学。紧邻着博物馆上方，是一栋风格截然不同的华丽建筑——万翠庄。这座建于大正10年的纯法式洋楼，宛如一颗镶嵌在绿色山林间的古老珍珠，散发着极其浓郁的大正浪漫风情。这里曾是旧松山藩主久松殿摩伯爵的私人别墅，更是文豪夏目漱石出抵松山时的寄宿地。当我们坐在这栋华丽洋楼前的人力车上，看着复古的彩色玻璃与陡峭的曼萨尔式屋顶，空气中仿佛还弥漫着100年前文人雅士的淡淡墨香，让人产生了一种仿佛穿越时空，回到大正时代的奇妙错觉。告别了松山市区的文学与大正风景，午后的我们重新回归遍路者的身份。今天的参拜行程对我们来说异常的轻松，从52番走到53番，全程仅有不到5公里的平缓路程。对于这几天经历过每日动辄3、4万步极限肉体考验的我们来说，这段路简直就是蛋糕一块。当我们抵达第52番闸所龙云山护持院泰山寺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深邃且幽静的灵荫参道。这座古刹在4国林场中拥有着非凡且崇高的历史地位，它那宏伟的本堂可是建于镰仓时代，名列日本国家指定的国宝建筑。据地方相传，泰山寺是由当地一位名叫真野的富商所筹建。当年他在濑户内海做生意时遭遇了毁灭性的强烈风暴，在绝望中他向观音菩萨虔诚祈求后奇迹生还。为了还愿，他竟大展神机，在一夜之间召集匠人建成了这座寺院，因此这里也被称为一夜建立之寺。我们站在正殿前，仰望着这座完全没有使用任何一根铁钉，全凭精湛榫卯工艺撑起700多年的国宝级木造建筑。岁月在粗壮的原木上刻下了深沉的纹理，展现出一种压倒性的庄严与沉稳，让人肃然起敬。而在53番圆明寺附近的街边，我们随性走进了一间温馨可爱的小餐厅增金咖啡，享用中餐。这是一顿让我们在旅途终点感到无比幸福的平价飨宴。一份精致美味的主食，搭配上极其讲究、香气四溢的虹吸式咖啡与精致手作甜点，结账时竟然只需要台币约200元的佛心价格。但更让我们惊艳与感动的是这里藏不住的人情味。就在我们背起背包准备离去时，老板娘突然微笑着走出吧台，主动塞给了我们好几包昂贵的能量果冻，作为给我们的预接待。在4国遍路道上，预接待从来不仅仅是物资的给予，更是人与人之间善意与温度的传递。漫步推进，我们终于抵达了这次4国预定旅程的最后一站，第53号林场须贺山正志院圆明寺。
这座寺院虽然腹地不大，却在历史学家与辩论者眼中藏着许多令人惊叹的传奇细节。首先，这里是全四国88处灵场中唯一一座保存着吉利之丹石灯笼的特殊寺院。吉利之丹就是日文江户时代对基督徒的称呼。在当年德川幕府严禁基督教、残酷迫害信徒的黑暗岁月里，当地的隐匿基督徒们为了坚守信仰，偷偷将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刻在石灯笼的下方，在表面上伪装成佛教的观音菩萨，来到这座佛寺里进行秘密的礼拜。看着那斑驳的石刻，那种在绝境中依然燃烧的信仰力量，让人动容。傍晚时分，我们正式告别了陪伴我们多日的松山市，转往濑户内海的交通门户金治市。抵达这座以毛巾工艺与造船业闻名的海滨城市，我们接下来的目的不再是参拜灵场，而是准备迎向明天跨越濑户内海，挑战岛波海道的单车壮游。而来到金治的第一件事，当然是要用最道地的在地美食来狠狠犒赏这16天来双脚的辛劳。我们来到了当地的传奇名店白乐天，品尝全日本赫赫有名的精致 B 级美食天花板烧豚玉子饭。这道料理的灵魂就在于它的简单粗暴，却极致美味。热气腾腾的白饭上铺满了炖煮的极其入味、厚实大块的叉烧肉，再在上面狂放地盖上2颗尖的边缘微焦、恰到好处的半熟太阳蛋，最后淋上浓郁咸甜的秘制酱汁。这16天的脚步，我们学会了感恩，学会了坚韧，更学会了在不完美中看见慈悲。我们的四国遍路巡礼，在第53番圆明寺站时画下了一个完美的逗号。但请放心，这绝对不是结束，而是一个神圣的约定。同行2人，大师与我们同在，而我们的故事未完待续。感谢你这16天来，在荧幕前陪着我们一起走路，一起流汗，一起看见风景。如果你也期待我们下一阶段的遍路圆满，请务必订阅频道、按赞分享，并在下方留下你对这趟旅程最深的感动。我是阿舍，这阶段的遍路我们正式结业。我们岛波海道的蓝天碧海下，再见。